在我的团长我的团里，中国远征军以牺牲200名突击队员的代价，夺回了日军占领的南天门。这场战斗真实的原型比电视剧更惨烈100倍，这就是松山战役。中国远征军以伤亡7773人、歼敌1288人的结果，取得了艰难的胜利，战损比接近7:1。战斗结束后尸横遍野，据老兵回忆，所看到的东西，第一是尸体，第二是尸体，第三还是尸体。据当地人说，以前每到下雨天，山上总会传来沙喊声，老一辈人都不敢靠近这座山。整个景区现在树木郁郁葱葱，当年大战的时候，山上一片狼藉，只有4棵树存活下来。这棵金针树也叫树金墙，就是其中一棵，树上布满弹孔，根部更是被炮火炸毁。光从这一棵树上就取下了46枚弹头。这处台阶的海平面是1944.64米，寓意战斗从1944年的6月4日打响，一共有96级台阶，象征着96天的浴血奋战，其中大战数十次，小战上百次，每一步台阶都是心血铸成。远征军雕塑群是纪念整个远征军的，不仅限于松山战役，一共包含402座雕塑，每一个面孔都是按照历史照片1:1复原，单独制作。童子军方阵是按美军记者当年拍的照片1:1复原。这位照片中的小兵现在已经是94岁的老兵了。贵社兵方阵原本是用于督战打逃兵，松山战役没有逃兵，因此后边部分参加了敢死队。1942年入缅甸作战失利，4万人退到野人山原始森林，最终走出野人山的只有几千人，其中只有1名女兵存活。日军占领松山3年，抓取了1600多名壮丁，耗时2年，修筑了大量永久性坚固工事。为了保密，工事完成后，日军以打预防针的名义注射杀害了全部的壮丁。山上碉堡林立，暗堡纵横，光是战壕就修建了12600米，形成了密集的交叉射击网。松山子高地山势险峻，敌在上我在下，敌在暗堡我在明处，攻打极其艰难，尤其是暗堡，常规武器已经没有作用，主要靠美军援助的火焰喷射器。据老兵袁德军回忆，日本人非常顽固，往往地堡上层烧塌了，下层还继续往外打枪，直到烧死或者把地堡彻底炸塌为止。山头上的母堡垒结构异常坚固，就算全天候轰炸也起不到什么作用。最后想出一个办法，坑道爆破法，在山下挖地道，一直挖到死高地的母堡垒下面，装炸药引爆。经过计算需要3吨炸药，而当时远征军连3吨炸药都没有。这3吨炸药还是由美国在加拿大凑齐，用飞机运到宝山，然后运到松山脚下。我们看到的大坑原来是山头，里边就藏着日军的母堡垒，其中一个就用了 1.8 吨炸药，另外一个用了 1.2 吨炸药。攻下山头后，整个战斗形势发生了变化，我军在上，敌军在下。日军与我军在滚龙坡开展了白刃战，由于远征军敢死队几乎没有练过拼刺刀，非常被动，上去的战士伤亡惨重。何绍周下令向滚龙坡上开火，理由是白刃战打不过日寇，与其被刺死，不如同归于尽。密集的炮火准确地命中了滚龙坡上的4高地，将这块高地炸为焦土。这座山头也改名为肉搏山。1944年9月7日，历时96天的松山战役结束，终于端掉了日军经营了2年多的坚固阵地。这场战役，我军投入先后10个团2万人，共伤亡7773人，毙杀日军1288人。战役中的战死人数超过了负伤人数。中国远征军第8军103师阵亡将士公墓，脱帽致礼。另外，战役后打扫战场时获得一封神秘的信件，至今仍未有人能破解。